如果你每天都很累，却还是存不到钱，最可怕的可能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太努力了，却一直把努力放进一个很难致富的系统。你准时起床、挤车、上班、开会、回讯息、赶死线。你很少偷懒，也不是不负责任，甚至很多时候，你比身边的人更可靠，更愿意撑，更不想让别人失望。可是月底薪水一进来，房租先拿走一大块，卡数拿走一块，保险、公款、交通、外卖，再慢慢把剩下的切碎。你看住户口，突然有一种荒谬感，明明工作了一整个月，怎么只是刚好活下来？更奇怪的是，外面很多人会告诉你，答案很简单，再努力一点，再盼一点，再多接一点工作，再少睡一点。听起来很合理，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导，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。但这句话少讲了一半，努力当然有用，可是努力放错地方，会变成一种高级的消耗。你不是没有付出，你是在把最珍贵的生命力交给一个回报很有限的系统。大多数人赚钱的方法，本质上是卖时间，上1小时班换1小时钱，加班多一点换多一点，想赚更多就只能做更多。这叫主动收入，它很重要，因为它让你活下来，让你付房租，让你买食物，让你不用明天就崩溃。但它有一个残酷限制，一天只有24小时，身体也不是机器。你可以加班，可以压榨自己，可以把周末也卖掉，可是你永远不能把一天变成48小时。更可怕的是，你一停下来，收入也跟住停下来。这就是努力工作的人最容易忽略的第一个陷阱。他们不是不会赚钱，而是他们赚到的钱太依赖自己一直燃烧。想象你拿着一支蜡烛走夜路，只要火还在，你就有光。可是每亮1分钟，蜡烛就少一点。很多人的收入就是这支蜡烛，它不是没有光，它只是不能一边照亮你，一边自己长回来。第二个陷阱更贴近生活，努力工作的人往往最容易被生活反过来消耗，因为太累，所以想补偿自己，买一杯贵一点的咖啡，点一餐好一点的外卖，买一件让自己开心几分钟的东西。这不是贪心，这很人性。当一个人整天被工作压住，他不是在买东西，他是在买一口气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如果疲惫需要靠消费安慰，辛苦赚来的钱就会变成修补辛苦的止痛药。工作让你疲惫，疲惫让你花钱，花钱让你更需要工作。你不是没有前进，你是在一台跑步机上很努力地奔跑，跑得越快，越觉得自己不能停，越不能停，越没有力气问自己，我到底跑向哪里？但还有一种更隐形的成本，叫疲惫税。这可能是整件事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。错的工作系统不只收走你的时间，也收走你下班后最稀缺的东西：注意力、创造力和改变现状的力气。你明明知道要学新技能，你知道要整理作品集，你知道应该研究怎样提高自己的市场价值，你甚至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靠加班解决问题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大脑只想关机。你打开课程，看了3分钟就划走。你想写一个计划，却只想躺下。你不是懒，你是已经被今天的工作提前收费。这就是疲惫税最可怕的地方。它不是从你的户口扣钱，而是从你的未来扣可能性。它让你没有力气建立第2条路，然后你只能继续依赖第1条路。所以这支影片真正想问的，不是你有多努力，而是你的努力有多少留存率。有些努力像水蒸气，当下很热，很辛苦，很真实，但很快就散掉。你回了30封讯息，开了5个会，处理一堆突发事件，晚上累到说不出话，这些都算努力。可是第2天醒来，你又要从同一个地方重新开始。另一种努力像砖头，每次做完都会留下一点东西，一次整理变成模板，一次经验变成方法，一次解决问题变成案例，一次被人信任变成关系。它不一定马上让你赚更多，但它会慢慢让你不用每次都从零开始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往往不是谁比较忙，而是谁的努力会留下来。收入是今天流进来的水，财富是最后留在你手上的水库。美国联准会的家庭财务调查会把收入、资产、负债和净值分开看，因为赚到钱和累积财富本来就是2件事。有些人收入很高，却永远没有安全感，因为钱流进来也立刻流出去。有些人收入不一定夸张，但他慢慢建立了能留下的东西，既能留下来，
信任留下来，客户关系留下来，内容留下来，流程留下来，作品留下来，资产留下来。几年后，差距就不只是薪水差距，而是整个系统的差距。资产也不一定只是不动产或股票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资产可以是一个技能、一套流程、一个作品集、一个小产品、一群信任你的人、一段能重复使用的内容、一个不用每次从零开始的系统。它们共同的特点是，今天做完，明天还能帮你。例如，一个人每天加班2小时，换来多一点薪水；另一个人每周拿2小时，把工作中重复出现的问题整理成模板，慢慢变成方法，变成内容，变成可展示的作品。第一个人的2小时过了就消失，第二个人的2小时可能会在半年后替他带来更好的机会。这不是说第一个人比较笨，很多时候他只是太累了，太急了，太需要眼前的钱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用一句“你要更自律”解决，因为真正困住人的不只是收入，而是能量分配。这就是复利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只有钱会复利，能力会，信任会，作品会，流程也会。你每天只卖时间，时间过了就消失；你每天建立一点会累积的东西，时间过了，价值还留着。复利一开始很慢，慢到让人怀疑。你学一个技能，第1周看不出改变；你整理一个流程，第1个月没有人在意；你做一个作品，前几次可能很差，可是这些东西不像加班费，它不只在当天结束，它会堆在你身后，变成下一次的起点。所以，努力工作的人最难致富，不是因为他们笨，也不是因为他们不配，是因为他们太常把最好的精力交给一个只会及时付款，却不会替未来留下东西的系统。这个系统表面上付你薪水，背后却收走你建立第2条路的能量。那普通人可以怎么办？不是叫你立刻辞职，不是叫你突然创业，也不是叫你拿所有积蓄去冒险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真正可行的第1步是先保护一小块不被疲惫吃掉的时间，每周1小时也可以，不要拿来滑手机，不要拿来补偿性消费，也不要拿来责怪自己。只问一个问题：我今天做的事有没有任何部分明天还能帮我？能不能复制？能不能系统化？能不能变成模板？能不能变成作品？能不能让别人因为我而更信任我？能不能让未来的我不用每次都从零开始？如果你是上班族，可以整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；如果你是设计师，可以把作品变成案例；如果你做销售，可以把客户问题整理成脚本；如果你会剪片，可以做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流程；如果你会写东西，可以把经验变成内容。如果你什么都还不会，就先学一个能提高价值的技能。重点不是一夜翻身，重点是慢慢把人生从只靠薪水呼吸，变成有一些东西会在你休息时仍然替你留下价值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永远不累，是你开始知道自己的努力不再全部消失。你今天做的一小部分会占到明天，替你撑住一点点未来。你不是不够努力，你只是需要把一部分努力放到会累积的地方。会消失的努力只会换来疲惫，会留下的努力才会慢慢变成自由。